活珠子每个人都爱吃，但你们了解活珠子吗？都说这里面的汤汁儿是羊水和小鸡尿，那么这个汤汁儿究竟是啥？活珠子还有哪些神秘之处？本期视频大解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很多小伙伴要看活珠子，今天呢给你们安排上啊。活珠子就是鸡蛋孵化到第13天，然后煮熟了，这么一个半鸡半蛋的鸡胚胎肉，是南京地区的标志性美食。很多人认为这玩意儿吃了大补，有一猪生死蛋的说法。大补倒不至于啊，但它的胆固醇属实比鸡蛋低，氨基酸的含量更为丰富一些，营养还是有的啊，但大补谈不上。除了活珠子，我还准备了毛蛋和鸡仔，这两样东西很多人也想看看。本期的抛吃一题，咱们就一鸡三连。要想弄明白活珠子是怎么形成的，咱们就得从鸡蛋讲起。鸡蛋的结构看似简单，其实也挺复杂。鸡蛋的蛋壳并不是密不透风的，而是分布着许多微小的孔洞。胚胎在发育的时候，需要在这些孔洞中进行气体交换。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遇酸以后会发生溶解，硬的蛋壳被溶解掉以后，我们会发现还有一层比较柔软的软壳，这层软壳称之为蛋壳膜。蛋壳膜其实是由2层膜组成，其中紧贴蛋壳这层较厚较粗糙的膜称之为外壳膜，紧贴蛋白这层较薄较脆弱的膜称之为内壳膜，也叫蛋白膜。在蛋的大头这端，2层膜被分离，形成气室。气室是鸡下蛋以后蛋温下降、热胀冷缩的原理所形成，也是小鸡胚胎发育提供氧气的重要场所。越新鲜的鸡蛋，蛋白膜与蛋白之间贴合的越紧密，煮出来的鸡蛋就会有糊皮的现象。如果放几天以后再煮，蛋白膜与蛋白之间贴合的就会松散，扒起皮来就会很丝滑。来，我们看一下蛋液的结构。蛋液分为蛋白和蛋黄。蛋白的作用就是给胚胎提供足够的水分和蛋白质，其中靠近蛋黄部分的蛋白因水分含量少而变得稠密，富有弹性，对蛋黄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果鸡蛋不新鲜，稠蛋白就会变成稀蛋白，打出来的鸡蛋就是水尿巴汤的。在蛋黄的两端各长有一条白色的带状物，称之为系带，起到固定蛋黄的作用。来，仔细看，在蛋黄的表面长有一个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小鸡的胚盘。如果是一颗受精的鸡蛋，胚盘的周围就会像卵黄囊壁生出血管，吸收传递蛋黄的营养供给胚盘，胚盘就会发育成小鸡。我们吃的活珠子就是小鸡孵化到第13天时被煮熟后的状态。从结构上看，主要分为3个部分，上端白色的肉球是小鸡胚胎，中间黄色的部分是蛋黄，下端边缘形的部位是蛋白。除了这3个主要的部位，活珠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大家在吃活珠的时候会发现，在活珠子表面还会附着一层很薄很脆弱的带有血管的一层薄膜，在未煮熟的情况下看得比较清楚，这层膜就是小鸡的尿囊。尿囊在小鸡孵化的初期阶段会从胚胎的起部开始生长，然后就会像吹气球一样越长越大，等发育到第10天的时候会包围整个胚胎内容物，并在蛋的小头端合拢，与鸡蛋的内壳膜紧紧贴合。尿囊具有吸收、呼吸和存储代谢物的作用。尿囊的囊壁具有可分泌酸性物质的特殊细胞，这些细胞可以溶解蛋壳中的碳酸钙，然后通过尿囊壁上的毛细血管来吸收钙离子。小鸡发育时，骨骼所需要的钙主要来源于蛋壳，同时呼吸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会通过蛋壳的细孔与尿囊壁的毛细血管所排出的二氧化碳进行气体交换，来完成呼吸。重点来了，很多人认为活珠子里面的汤汁儿是鸡汤，这些汤汁儿其实来源于尿囊腔里的尿囊液，其成分跟我们以前泡过破仑蛾子尿袋里的鹅尿成分基本一致。除了水，还有小鸡在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尿酸盐一类的代谢废物。仔细观察，尿囊中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沉积物，这些都是尿酸盐结晶。其实我们喝的这个汤汁儿啊，就是一泡小鸡尿。有的活珠子小鸡尿里会有一些褐色的絮状物，这都是尿囊上被煮破掉的血管残渣。那么喝了这些小鸡尿对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虽然是尿，那毕竟是童子鸡尿，并不埋汰。对于一个真正的食猪者来说，你不喝这点小尿汤，那你就失去灵魂了啊！少喝没有事啊，但是你别干了啊，这个浮底儿别喝，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些尿酸盐的这个沉积物，尝一下这个味儿就行。千万别多喝，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
来，我们看一下胚胎的结构。孵化13天的胚胎已经具备小鸡的模样，但煮熟后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肉球呢？这我们就得说一下羊水了。正常孵化中的小鸡胚胎是生长在被一层透明状的羊膜所包裹的羊膜腔里，羊膜腔里的透明液体就是羊水。羊水对胚胎会减轻外界的冲击，保护胚胎免受伤害。羊水实际上就是蛋白，也就是蛋清。注意看，在胚胎与蛋清之间有一条细的管道，称之为羊膜道。蛋清在周围尿囊的挤压之下，就会顺着羊膜道进入到羊膜腔里面。羊水既然是蛋清的成分，那么在煮熟的过程中，蛋清中的蛋白质遇热产生变性，就会变白凝固，然后就把胚胎紧紧地包裹起来，形成一个球形。尿囊里的小鸡尿因为没有蛋白质的成分，所以怎么加热都不会发生变化。把煮熟的这些羊水爆开，里面才是真正的小鸡胚胎。在胚胎表面长有一些丝状的部位，这是小鸡的羽毛。这个时期的羽毛还属于胎羽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的角质化，包括小鸡的喙、角质盖也没有完全角质化，非常的柔软，吃到肚里面是完全可以吸收的。骨骼部分也没有钙化，嚼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胚胎的内脏部分已经能看清楚结构了，心脏、肝脏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个绿色的部位是胆囊，这个时期的胆囊胆汁酸的成分还非常少，吃不出苦味，胆囊也是可以吃的。它的肺目前还没有工作，呼吸是由尿囊来实现，所以肺里面没有820的老痰，是可以吃的。这个球形的部位是鸡胗根，剖开里面会有一些白色的膏状物，这是小鸡吞食的羊水被煮熟了，跟蛋清一样都可以吃。这是它的肠子，里面也不埋汰，反正整个小鸡胚胎都是可以吃的。吃的时候啊，你别咬一口，完了扒拉扒拉看里面长啥样，你看完了就没有食欲了啊。吃的时候就一口闷，非常的嫩啊。它就像吃了一口那个生蚝肉，整体的味道呢就是那个鸡的味道啊。说一下这个蛋黄啊，我们在吃那个煮鸡蛋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爱吃啊？因为噎挺嘛。它这个蛋黄就不一样了啊，经过13天的发育以后，性质已经变了啊，非常的紧实哈，非常的硬整。吃到嘴里面呢是那种7分的蛋香，3分的肉香啊。总之就是嚼起来以后是满口留香啊，蛋黄非常的好吃啊。这个蛋白底座啊，你要是牙口不好的，或者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就不要吃了啊。因为胚胎后期的发育阶段，蛋清里的水分大部分被吸收，剩下的蛋白密度就很高，加热后会很硬，不容易消化。来，我们再说一下毛蛋。毛蛋是孵化到第18天的鸡胚胎，这个时期胚胎快速生长，蛋白耗尽，卵黄囊逐渐向腹部收缩。毛蛋大家最好不要食用，因为胚胎发育到18天的时候，可以说是鸡一生中的渡劫期，这个阶段正好是尿囊呼吸转换为肺呼吸的重要阶段。如果因为孵化环境中的通风、温度、湿度条件不够，会造成气室没有足够的氧气供应，使胚胎因缺氧而死亡。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毛蛋都是孵化失败的实胎，很便宜，10块钱一大兜子。可能很多人喜欢吃毛蛋，毛蛋上的毛与活珠子不同，这个毛已经完全角质化了，吃肚里是不会消化的。人类没有像猫一样吐毛球的功能，这些毛吃到肚里很容易会粘到你的肠壁上，不太容易排出去。肝脏也发育成熟，分泌的胆酸脂浓度上升，吃起来会很苦。还有重要的一点，实胎会不会有细菌或者病毒的侵入都不好说，还是不要吃毛蛋的为好。再说一下鸡崽儿，鸡崽儿就是胚胎孵化到第20到21天的时候破壳而出的小鸡。市场上的小鸡崽儿都是去过头、去过毛的，下不了蛋，被淘汰下来的公鸡崽儿。孵化成的鸡崽儿，卵黄囊完全被吸收到腹部，肚脐的位置逐渐开始愈合。因为鸡是卵生动物，没有脐带，所以不会有肚脐眼儿。
但成鸡依然会有一个斑点状的脐部愈合遗迹。鸡崽主要是给一些宠物做小零食用的，但烤着吃也行，就是没啥肉。以上就是活珠子、毛蛋、鸡崽的基本特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拜拜。